冷宫废后又在风言风语了。他说了些什么？无非就是他跟陛下相识了9生9世之类的鬼神妄言。我叫景色，一个宫女，出于怜悯，我迈进了这座令人避之唯恐不及的冷宫。你是陛下派来羞辱我的吗？那是我第一次遇见美到如此惊心动魄的女人，明明眉目刚丽，却好像脆弱的一碰即碎。回娘娘，奴婢是听了娘娘与陛下9生9世的传言，唏嘘不已，想来跟娘娘作伴解闷。你是第一个把我的话当真的人，娘娘可以尽情的讲，奴婢都会听着。第一是他灭了我全族，第二是他剜了我的肋骨，第三是他剜了我的双眼，第四是他打断了我的腿，第五是他错把别人认成了我，第六是他让我辗转无数男人的怀抱，第七是他将我丢入敌营，第八是他误杀了我的孩子，第九是他让我一无所有。那后来呢？后来到了这第10世，我不知怎么喝了风月庙里黄粱婆婆的南柯水，忽然忆起了之前的9生9世，可这一切却已经都晚了。后来到了这第10世，我不知怎么喝了风月庙里黄粱婆婆的南柯水，忽然忆起了之前的9生9世，可这一切却已经都晚了。早有耳闻，陛下不爱娘娘，只是为了明月报复她，才迎她入宫的。爱了她10辈子，追逐了她10辈子，可每次都是飞蛾扑火，痛彻心扉，到头来一无所有。或许从第1世开始，我的心就已经灰飞烟灭了。皇后的议政怎么还没好？这些太医都是干什么吃的？陛下万福金安。滚！该滚的人是你，容叶，你已经蹂躏了我9世了，这最后1世，我再也不想看见你了。什么几生几世？我跟你只有这一世，把药喝了，你的议政很快就会好。我不喝，你以为我不知道这药里掺了什么吗？容叶，我再也不会在你面前去意封印了。别忘了你哥还在我手里，你拒绝我一次，我就砍掉他的1条腿，1条不够就2条，直到做成人质，再给他留口气，让他看看我们是怎么恩爱欢好的。你这个畜生！冷宫里的滋味就这么好吗？这妻不如妾，妾不如偷。我的小皇后自从被废了之后，这身段都娇软了些。如果我像个娼妓一样低三下四的取悦你，你能放了我哥吗？放了他？凭什么？取悦我那是你的本分。你哥从小跟我斗到大，事事都要压我一头，甚至还抢走了我最心爱的女人。景孝，你说凶债媚偿是不是天经地义？12年了，容叶，这一世你恨了我12年，折磨了我12年，我也爱了你12年，我们到此为止吧。我累了，我真的太累。不够，生生世世我都要缠着你，就算你死了，你也逃不出这深宫。生生世世，还真的是生生世世。你最爱那个女人不是已经被你抢回来了吗？我哥也终于被你踩在了脚底下，你还留着我做什么？好歹有夫妻一场，我把你养得那么动人，留着当只青丝雀少玩也不错。那现在呢？还有兴趣赏玩吗？景孝，这药虽然疼得厉害，却能让你的脸最快的恢复如初。景孝，你就算把自己折腾死，我也能把你从鬼门关里拉回来。别想着用死摆脱我，太幼稚。我哥还在你手上，我怎么敢死？顶多就是把自己弄得又丑又脏，恶心你罢了。好啊，那日后你的汤浴苗庄都由我亲自过手，如何？你只是为了报复我哥才娶我的，容叶，你已经毁了我。到底什么时候才能索取够？是不是非要榨干我才肯罢休？她就是景琛的妹妹，咱们国子监唯二的女弟子。太子殿下，这位景家嫡女可了不得啊！与国子监另一位女弟子，也就是您的小饶姑娘，并称为红白双姝。多少武林子弟赞誉她才玉苏醒，貌并黄强，那性子更是冷静，比景琛有过之而无不及呀。真是跟他哥一样傲慢，看着就想让人撕碎。那娇娇千金打小养在深闺，不像小饶姑娘野性泼辣，恐怕经不起您几下折腾，就会为您要生要死啊！涉世未深的花骨朵。景琛，你勾引我的小饶，我就玩你的妹妹，这可不过分了。沧海月明珠有泪，蓝田日暖玉生烟。下一句是什么来着？此情可代成追忆，只是当时已惘然。太
子殿下安好。有没有人说过小姐的眼睛美得让人心颤？那时候的你确实够傻，白白被我骗身骗心，还满眼都是我。你哥把你关在屋里，不准你和我来往，你却爬了墙，真在桥边淋了一夜雨灯，害得我跟我兄弟们打赌都打输了。人们都说再一再二不再三，可我却吃了10辈子的苦头也没长记性。容颜，在你眼里，我是不是特别贱？我就喜欢贱的，尤其喜欢看你这株冰清玉洁的冷冽发间，你都不知道，那表情没由来的故人。随你吧。不日我将会迎娶小饶进宫，到时候你可得来观礼。我已经很久没有见到你发疯了，说起来还甚是想念。容颜，我活了10辈子都没斗过你，这次我不斗了，你想怎样就怎样吧。霍小饶也好，你后宫的3000佳丽也好，我都不管了。口是心非。娘娘，您真的不去看看陛下有多荒唐吗？居然一口气娶了4个皇后，还有1个淑妃。老把戏，淑妃许是霍小饶，那4个皇后都是为他打掩护的，就是为了让世人的目光都聚在4个皇后身上，好让他渔翁得利。娘娘神机妙算。容颜，从前我独守空闺，千方百计只希望你来看我一眼，可有了那10世的劫，我已经遭不起来。皇后还没来吗？不知陛下说的是哪位皇后？我们大鱼朝除了景霄她已经被废了，正说的是那个杜后。那位已经熄灯了。熄灯？还没有伺候朕下榻，他怎么敢熄灯？景霄，给我滚出来！自己男人都给你找了4个平妻了，你就这么漠不关心？再敢装哑巴，我借一把上给你毒哑，反正你只要会叫就够了。你疯了！平常打我就算了，大喜的日子还让我见红，说话，给我说话！好，你很有骨气，恭喜你又找到了一种气我的法子。来人，把他给朕毒哑，用火熏！陛下，废后警示，一把黄鹂嗓，可是闻名天下，真的要这么做吗？怕了，景霄，只要你开口求我，用不着他们，我自己熏。景霄，宣太医！娘娘下手太狠，不仅嗓子哑了，这颈子恐怕也得留疤，比上次脸上的伤还要严重。用的东西，滚！挺狠的，对自己都下得去这样的毒手，给我看看，可别影响到我以后的兴致。难不成还能抗拒我一辈子？陛下，娘娘都这样了，你关心的居然只有您的兴致，别再刺激她了，她已经经不起您的折腾了。哪里来的贱种？如果不是看在你能与皇后说上几句话，这早就叫你凌迟处死了。有够了吗？连一个宫婢都比我亲。阿晓，我们别再这样了好吗？刚刚我差点以为你真的要离我而去了，我心疼你。陛下，今晚是您大喜的日子，4位皇后早就备好等您了，还有淑妃娘娘说她心口痛，希望您能过去看看。怎么不早说？翻脸如翻书，我看有病的不是娘娘，是陛下。小叶子，今天可是我们大喜的日子，你去哪儿了？小饶，你怎么又不穿鞋？小心别着凉。朕不过就是教训了一些下人。你说谎！我知道你去见他了，还熏了太医。你是不是不爱我了？从什么时候你对我开始自称朕了？所以你的心口不痛了？这么多年，你和朕已经不再是国子监的少男少女，别像以前一样无理取闹，多喝热茶，修身养性。你哄我！你居然为了锦霄那个假清高哄我！他确实很假清高，尤其在床榻上。你喜欢上他了？那你还把我从景琛的身边抢来，你不是爱我吗？嗨，小饶，朕是个皇帝，朕会宠你，但绝不会爱你。这一点你可没景霄看得懂。你不是一直会在原地等我吗？只要我站在这里，你就会爱我。一听闻我心口痛，你还抛下他立刻来看我。你当年看上国子监第一公子景琛，抛弃朕这个万年老二，如今朕大权在握，你又想吃回头草，哪有那么好的事？至于看你，还不是想见见你现在有多落魄。
所以你让我进宫，就是为了羞辱我，报复锦琛当年抢走你的一切。也不全是，主要是晾着你跟锦霄勾心斗角，气他那张波澜不惊的脸，这样他就会明白，在这个皇宫里想要活得好，到底得依靠谁。锦霄，都是因为你，容易才这样对我的。容易，我们女人的勾心斗角，可没你想的那么简单。姐姐们，就是他才是陛下的心头肉，就是他昨日强留陛下，毁了咱们的洞房花烛夜。是霍小柔，昨晚明明是他把容易强留在自己寝殿的。你与陛下早就大婚，做甚毁我们一生只有一次的洞房花烛夜？听闻你勾引陛下还不够，竟把那些京城贵妇的丈夫都撩拨了个遍。你就是我夫君在国子监一直念念不忘的那个红牡丹，有妇之夫还碰，脏不脏啊？当年艳绝京城，赢得众人追捧喝彩的红牡丹，是霍小柔，我就是见不得他与有妇之夫有染，才与其绝交的。那个丞相家的二公子长成那样，还癞蛤蟆想吃天鹅肉，要不是他总给我当牛做马，我才不吊着他呢。锦霄，还是你哥哥那种沉默寡言，看都不看我一眼的勾人。小柔，二公子有未婚妻，那又怎么样？谁让男人都喜欢我？那未婚妻自己没本事，就自认倒霉吧。既然你执意如此，我们以后便不要再相遇了。道不同，不相为谋。姐姐们，你看他连话都懒得说，这是默认了，还很看不起你们呢。枉我还一直仰慕景小姐的柳絮之才，没想到也只是披了身仙鹤皮，其实里头还是狐媚骨。说那么多干什么？扒她的衣服，剪她的头发，让来往的都看看，曾经高不可攀的大才女有多放荡不堪。锦大才女写的一手好字，弹的一把好琴，最宝贵的就是这双手，可惜了。问世间转过多少流年，才景霄，今天我批了太多奏折，能给我更一次衣吗？你怎么了？你的头发怎么？我要你一个解释，写出来！什么意思？懒得解释。景色呢？到底发生什么了？回陛下，您前些日子说瞧着那小宫女太烦，遣到别处了。这几日她都不在娘娘的身边。好像是有这么回事。那你就写字。我知道了，你又是把自己弄丑，故意恶心我是吗？就这么恨我，数次对自己下这样的毒手，连身上都有了伤。容叶，安生，怎么这么累？每一世都好累。也对，我欺骗你的感情，废了你的后位，囚禁了你的哥哥，还整日弄些不干不净的女人来气你，你一定是恨透了我。有苦难言，原来就是这种感觉。你知道我现在在想什么吗？在想该打条什么样子的链子把你锁起来。你弄伤自己一次，我就用链子扯你一次；发疯，我就比你还疯。长夜漫漫，一个人太孤独，何不就这样互相憎恨着、纠缠着，看谁斗得过谁？为什么无论是退是进，你总能把我逼到绝地？我进人间，你让我跌落深渊；我入地府，你要拉着我深陷苦海。娘娘，奴婢已经查到关押您兄长的地方，如若一切顺利，今夜子时就可以走。锦瑟，谢谢你。其实奴婢也有自己的私心，在入宫之前，奴婢有个未婚夫，他家有一座与世隔绝的山庄。等我们到了那，就在那里种上一大片桃林。待我们老了，就看着孩子们在落英缤纷下嬉戏玩耍，多好啊！会的，我们一定会迎来那一日的。阿萧，你怎么来了？哥，你从前可是一人之下、万人之上的大司马，竟落到如此境地。大司马，娘娘患了雅疾，不方便言语。是不是容易？来不及了，大司马，我们得赶紧出城，再解释这一切。好一副兄妹相认的感人画面，阿萧多亲密，我怎么没这么叫过你呢？小叶子，我就说吧，锦琛跟锦绣根本就不是亲兄妹，他们早就有染。你不配拥有的。那你就配了。你为了他想要我的命，对吗？你知不知道没有哪个男子能容忍自己的女人私通，更何况
中界的那个人是他。既然你想死，那我就陪你死。住手！说你阿香是我的亲妹妹，你被护小瑶那个女人骗了。朕当然知道你们是亲兄妹，从他属于朕的那一刻开始，他的一切朕都了如指掌。你知道？那你在发什么疯？哥哥也不可以，就算是哥哥也不可以。只要是景琛就不行，他从小就比我强，只要他在，没有人眼里会有我，什么都可以让，唯独景霄，我不让。放开娘娘！还有你景色，你想带他逃，永远离开我身边是吗？你们还想去山中种桃林？你接受我！奴婢求陛下放过娘娘吧，娘娘已经把整颗心都掏出来给陛下了，是陛下您先不要的。那个山庄朕已经派人烧了，还有未婚夫也早就白骨一堆。你们就算逃，能逃哪儿去？就在那里种上一大片桃林，到我们老了，就看着孩子们在落英缤纷下嬉戏玩耍，多好啊！景霄，小叶子，你的眼睛！阿笑，景霄，别装死！太医，太医！什么？她怀孕了？回娘娘3个月大了，不过是个死胎，威胁不到娘娘的地位。老天都不帮她，你去告诉陛下，死胎是因为景霄朝你拿了婢子汤，他一个哑巴，如今手也废了，写不了字，看他怎么辩驳。没关系，我们还会有孩子的。我走。你看，我的眼睛也再也好不了了，我都成了一个独眼龙谢罪了，你就不能笑一笑？再说本来想离开就是你的不对。陛下，有些话不知当讲不当讲。跟我来。事情就是这样，娘娘腹中死胎，皆是因为喝了太多避子汤。退下吧。是。对了，太医，朕记得你好像姓霍。是。行了，下去吧。霍太医说你腹中的死胎是因为喝了太多避子汤导致的，你暗中跟太医要了许多避子汤，就是不想生下我的孩子，是吗？这个黄很拙劣，避子汤的份数各宫都有账目，非皇帝亲赐没人敢批，所以我派人查了下去，果然发现霍太医跟霍小饶有勾结，你被他算计了。然而我又继续查，你猜我查到了什么？有人打点采买从宫外带来赤果菊。景霄，赤果菊的婢子功用只有借阅过藏书阁古药经的人才知晓，整个皇宫除了太医，只有你一人借阅，那个打点采买的人就是景色。还是瞒不住我。若不是我把你看过的书都粗来了一遍，你就真把我骗过去了。霍小饶想勾陷你，却没想到歪打正着，你是真的不想生下我的子嗣。我跟你经历了世事情景，本是你不是把我索取殆尽，这世事血债，新仇旧恨，总能容得下你我子嗣长远。你想说什么？又是在骂我，对不对？不可以。你曾经修了那么多阴害的软意，我以为你是期待我与你能有个孩儿的。那是在没有想起世事轮回之前，我傻傻忘本，却没料到，原来你我从一开始就注定了无望。现在我明白了，你不是为了我们的孩子做软意，你是为了景琛的孩子而做。既然你这么不安于世，我满足你。听说了吗？那冷宫里的废后娘娘的玉体娇媚玲珑，在寒冬3月里暖如烈火，入夏时节又凉似玉镯，凄美艳风情，举世无双。只是陛下觉得她一个人欣赏未免太过暴殄天物，今令她横陈暗己，若有想窥伺芳容者，则以千金一换即可。左忠诚、苏御史、林太守，等会儿他们都要来看你，别摆着一张脸，懂吗？参见陛下。你们3个很大胆。那废后景氏虽得意不休，可早就听闻其貌绝，其才更甚。若非陛下垂爱，我等怎能一窥如此佳人呢？没甚，此身足矣。听说这景氏还患有雅疾，浮华水呢，那岂不是更为妙哉？原来你也是会背人的。第一次看到被绑着，
也能挑得这么好的女子，不要不美，却竟能勾人心弦。怕了不知道反抗吗？你戳瞎我眼睛的那个狠劲儿的，这个就是你想要的，并不过是需要一个杀成夺权的借口而已。你哥和景色都还在我手上，我让你对我笑，勾引我，诱惑我，就像刚才一样。你居然真的如此下贱曲媚，你当真什么都不在乎了吗？住手！住手！那是大玉朝最心高气傲的才女之手，你怎么能冲我低头呢？无所谓。从今以后你就住在金銮殿，别再耍花招。这次大考又没考过你哥，文后罚我洗完所有工人的工桶，才可以吃年夜饭。过年还不能吃饭，做太子好累啊！那以后我可不能这样对待我们的孩子。你不去吃年夜饭吗？你是我的心上人啊，嫁鸡随鸡，嫁狗随狗。就算你要刷一辈子的工头，我也会永远守着你，不离不弃。好，说我以后登基为帝，一定不会像父皇一样宠妾灭妻。我要为你遣散后宫，书写史书上第一帝后佳话。我刚登基，地位不稳，这些女人，臣妾冥想陛下。今年的雪格外的冷。陛下真的好宠冷宫废后啊！竟允他住在金銮殿，这可是前朝多少娘娘都求不来的恩宠哦。什么恩宠？那只是让他没有秘密，没有自我的窒息罢了。自从你来了，他一日比一日反叛，都是因为你。陛下，你已经负了他10世，放过他，也放过自己。10世，原来这就是我败的地方。连你这个宫婢都相信了，而我却只当他得了1成。您将我们关在这里也没用，娘娘是凤，早晚要翱翔9天的。我能困他1日，就能困他一辈子。只要有你和景琛在我手里，他就离不了这神宫。那如果我们都不再是他的弱点了呢？这个声音，他的嗓子好了。陛下，我也要去陪我的未婚夫了。气死我试着远躲不过不是我，是他们自己突然提醒我。不重要。我是清楚在拉扯，能活吗？不重要了。别上他！别上他！陛下，娘娘这是死罪。这个天下只有朕让他死，他才能死。尔等胆敢冒犯！陛下息怒啊！放手！娘娘，刺杀陛下，按理您应该是即刻被处死的。若不是陛下下令，你早就您就别让老奴为难，安心等陛下醒来吧。谁敢阻拦我，我就死在这里！都放手！陛下有旨，都不可伤娘娘分毫。娘娘，奴才才知道你要跟淑妃娘娘争宠，可是现在不是时候啊。他毁了我一双手，害我不能再写字弹琴，又设将景色和我败笔，牵连到哥哥。你知道这意味着什么吗？什么？一个人最后的骄傲和柔软都没了，他还有什么做不出来？秦萧，你不得好死！打进国子监，先生们就都偏爱，因为你媚骨天成，还聪颖灵慧。偏偏国子监就我们2个女弟子，所以我们免不了总会被比较一番。小饶我只教了1遍就会了，你却让我教了10遍都不懂。你没那个天赋，再努力也没用的。先生，年度考核我才是第1。他只是比较贪玩而已，要是认真起来，闭着眼睛都能超过你。这是老天追着喂饭吃，是命。多谢先生教诲。命，可惜我偏不认。放榜了，放榜了！怎么又是警校榜首啊？太监女子，门门功课，霸占首魁，连太子和大哥都考不过他，有用吗？反正奖给第1的书册子，只要小饶撒撒娇，先生就会给。他什么都没有，也不知道图个什么。
其实我挺好奇，你这样的人，只要勾勾手，想要什么都会有人捧到手里。那你最在意的是什么？当然是我这身美人皮，这可是抓住男人的利器。你这种用尽手段都留不住他一个回眸的女子，还是嫉妒不来呢？好，多漂亮的美人皮呀！做成扇子，成色一定不错。你什么时候变得如此歹毒？杀人不就是要扒皮抽骨？为何你沉默不语，人活破碎，人活凋零？那你是不是也要把我扒皮抽骨？不，杀人不比诛心。我景霄要摧毁一个人，就要毁掉他最在意的东西。或小饶是，你也一样。你这是做什么？其实我一点也不喜欢戴素雅的妆，只是你喜欢。这些年不知是习惯还是什么，我一直化着素妆。无所谓，阿萧画什么我就喜欢什么。荣夜，黄粱婆婆的杂谈里记载了一则故事，你想不想听？愿闻其详。荒古时期，野心勃勃的修罗领主绝情绝爱，为了获得更强的法术，不惜勾引天庭小皇子灵修，害他神力尽失，沦为一介凡人。而他自己也被暴怒的天帝打入凡间，陪着小皇子度过世事情劫，尝遍世间冷暖。最后，修罗主终于学会了什么是情爱，却也在第10世小皇子原谅他的那一刻，自毁元神，魂飞魄散。你说他好不容易熬过来了，为什么又要这么决绝呢？最初或许是他欠了他，但经历了这世事情劫，他们之间可能早就已经理会不清了。还懂莫大于心死吧。天帝心疼儿子，让司命把他们每一世都写成女追男反被虐的苦情折子戏，又俗气又恼人。若是有一日我也像那位修罗主一般有事于世，你会心痛吗？若是有一日我也像那位修罗主一般有事于世，你会心痛吗？只怪小船而已，不能当真。我也觉得。这是什么妆容？半面妆。如今京城的女眷们流行这种妆。你只有一只眼睛，看到一边不就行了？这只眼是因为你而瞎的，所有人都在笑话我是个残废。那我呢？我为你抛弃一切，咽下10世血海深仇，直到最后我最亲近的2个人也死了，我还有什么？也对，就算解释了又有什么用？你和我之间从来就不是只有这一世的真。如夜，从前我有多爱你，此刻我就有多恨你。可我更恨我自己，哪怕到现在，我也还是爱着你。爱上自己的仇人，我就活该死后永镇石棺，受尽千古唾骂。不是的，不是的，我们本不该如此的。不过没关系，心我控制不了，身却可以。杀了我，扒皮抽骨也好，让我为他们赎罪也好，只要你想，我都甘之如饴。如夜，我说过，我要毁掉一个人，就会毁掉他最在意的东西。你什么意思？之前我一直不知道，你这种玩世不恭，把所有人都戏弄于股掌的人会在意什么。但是现在，我忽然明白了。清晰了你的眼神，窗外辽阔的枫叶，小雪中寒眠。你输了，容易。你的双眸在秋天，岂知那是花会谢，换过朝野，换面前。我是这么气的，你们又为什么来得如此及时？是废后警示说他意图谋害陛下，禁卫军便匆匆赶来了。至于火势，应是古药精里的消失起火。他早就算好了一切，他对我的报复就是让我独守着这万里江山。陛下节哀，废后尸骸已经找不到了。你们肯定找不到，因为他根本没死，他只是想假死逃到另一个地方，把自己强大起来，然后回来冲我继续复仇，对不对？陛下，废后的焦尸其实散了。你说咱们大鱼长何时出过这等怪事？堂堂一个皇帝，居然为一个女人出家了。何止啊，还整日里修道求佛的，常伴青灯古庵，但凡是鬼神之事，尤为上心，就差出海去求那长生不老药了。还总是把几生几世挂在嘴边，快跟曾经冷宫里的废后娘娘一样魔障了。即便如此，陛下哪怕30年不上早朝，也对举国上下了如指掌，就是性子越发阴鸷多疑，恨辣猜忌了。
你要惩罚我，我就苟活在人世，无妻无有无儿无女，好好的当一辈子孤家寡人。你安息了吧，阿香。我睡了多久？头怎么这么疼？好像忘了很重要的事。回坐下，您已经睡了3万年了。